这跟一般做产品或者做研发的工程师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如果在座有就是工科或者理科的同学哈，其实可以考虑看看这个行业。就是其实现在这个虽然算不上显学哈，但是比方说10几年前我刚出社会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了解这个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一样嘛，就是其实跟这个是类似的概念，就是诉讼。因为专利其实一样嘛，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申请到一个专利，他觉得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实作了我的技术啊，我专利在保护的那个范围的技术，我希望你不要再继续这样做，或者是说我希望你付我一定的报酬，我才允许你继续去使用这个技术。那你知道，一个是专利权人，一个是有可能侵犯别人专利权的那个人，他们之间就会有争议。如果说大家谈得拢 ，OK， 比方说授权，然后我付你卖一颗晶片多少钱的代价，你让我用这个技术，那这事情当然就解决了。可是如果说大家瞧不拢的话，那就要打官司。那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专利工程师的业务范围之一。那这个东西就以台湾的公司来讲，这个其实也是，如果你注意到这个部分的工作，也还蛮有趣的。像我在瑞昱的时候，我就是有打过2、3个诉讼，那其实出差的机会蛮多的，飞加州飞到不想飞，因为很累这样子。好，那大概就是这是我曾经做过的工作的一些简单的描述。还是一样哦，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就是想要多了解什么层面，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吧，那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题目，就是说跨领域指导优势。那我现在在讲的事情，就是这当然也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就是我本来是念工程，那然后后来算是转了一个业种，然后来做法务。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从个人的经验出发，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一般化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其实，在工作场域里头就是你永远都要有一个心，就是说你时时刻刻都必须要去学习新的事物，我觉得是这件事情。像我在做那个法务的时候，就说我的出身其实跟台湾一般的传统法律人士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本来是念技术的，然后后来才转到法务。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其实它有它的困难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别人会对你有一些成见，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你其实大学念的就是电机系，那所以总觉得说你是科技的专业，你并不是法律的专业，所以你必须要经常性的想办法去打破这样子的成见，这是辛苦的地方。但是同时，其实它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尤其在像我待的大概都是科技公司，那你对于了解这家公司的技术跟产品跟服务上头的隔阂其实就比较小。你可能如果说是一个念法律系出来的法务或者律师好了，他完全没有受过工程上面的教育或者训练。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愿意学习的、有能力的人，其实这些差距是都可以补足的。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说，那你总是会有那种看东西隔层纱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你的整个那个养成的那个过程所接收到的资讯是完全
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在跟我公司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是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讨论，公司的产品怎么样啊，是怎么开发的啊，或怎么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说，他们在理解这些知识上面就是会有隔阂，不是那么容易让他们了解你到底想要讲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当然也会反映到你在工作上面的成效、成果，因为毕竟像我刚刚讲，就是比方说我就讲合约好了，其实它是在规范你的交易本身，但是如果你的交易本身它其实就是你知道就是技术本质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有效率的或者有效果的去描述这个交易，然后让它落实于合约的文字当中，这个跟你懂的事情，你去理解的深浅的程度，绝对是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是说，这个就是有好有坏。那但是我是说，这个观念基本上是可以扩张到你们将来要做的选择的每一个层面。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要自我设限，有很多事情你永远都是要去思考说，我要把我现在眼前的工作做好，或者是甚至是说我要再更上一层楼，把我的老板的事情做得好。那你到底缺乏什么？然后你还需要去学习更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讲别的啦，就说我们就讲管理学好了，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去做一些基层的工作。那可是当你你的能力受到肯定，然后你的年资也到了，然后你有一些工作成果，这个组织一定会去考虑说，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被提升到管理职。那可是管理这件事情，没有人天生生下来就会了，所以为什么就是外面一定会有很多坊间会有很多书啊，或者会有课程，或者是一些学位去教导你要怎么去管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扩充到你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那所以我这边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开放学习的心是成功，或者讲成功其实很俗气，反正就是说，你要自我实现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或者你必须要培养的能力。那我这边写的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基本有跨部门协同，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公司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授权方的他们来稽核我们的内部的一些记录啊或怎么样的，它可能会牵涉到公司很多不同的部门，像财务部门啊、法务啊、就生管，然后研发单位啊、行销单位等等。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像我个人就是有做过这种就是统整的工作。那其实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看就算我是有工作背景，然后我是法务，可是我一样不懂财务啊，我一样不懂人资啊，我一样不懂他们生产的时候的一些流程，然后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去胜任这样子的工作？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要做东西。你不懂的事情，那公司里面总有懂的，那你就是多问多学。那就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才有可能一直就是不断的去应付或者面对那个你每一个不同的工作境遇。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说是反正我就是会我会的，然后我都不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去学习一些我不懂的事情。那这样就是很现实的，这可能你就是到最后就会被淘汰，因为人家对你的期望是你可以做更多。好了，那最后10分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自己在写这个投影片的时候，我的一些我想要作为一个总结，希望大家可以带走的一些话，这样子。第一个，我觉得实作很重要。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是反映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学校的领域里头，
当然我们一样是在学校里头学习知识、学习技能，可是那总是不比说你实际上把自己丢到一个职场里面去，你才能够最直接的去了解说这项工作或者这个产业，它实际上从业的过程当中，它的细节、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你没有这些资讯，其实你就很难去做一个好的决策。到底你喜欢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擅长的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我会给大家的建议是说，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是说，啊，我快要毕业了，那我接下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再考个研究所好。那我觉得我并不是要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希望你能够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的做法。那我一直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先把自己丢到一个你在那个时候的想象当中，是你想要去做的那个工作环境当中，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那个过程其实才是最快可以帮助你去了解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的一个捷径。就我觉得就是不要特别觉得说，好像比方说我是大学毕业，啊，好像学历很低或怎么样，因为如果你真的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个绝对不是问题。如果你真的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你学历低再去念书就好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做的决定绝对是一个比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是更有效率、更有效果的一个决定，然后更不会浪费资源和时间和精力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是觉得实作经验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特别去强调它，其实是我一直觉得说，就是台湾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没有很强调这件事情。所以按第二个讲，不要急着念学位，不是说不要念学位，是不要急着念，不要你不知道你在选择什么的时候，你就说我先去念书，因为那个多半都是在浪费时间。那第三个也很重要，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的意思不是说凡走过你一定会留下痕迹，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做了一个决定，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走这一招。你就不要浪费它，你就不要说用逃避的心态去看待它，因为那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就像比方说我觉得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很有这种感觉。是啊，那很好的系所啊，然后很好的学校啊，可是它带给我个人的那个成长，其实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你要做决定这件事情是需要花非常多的精神和精力去思考，然后去探索，然后去做出那个重要的决定。可是你一旦做那个决定，就不要轻易的说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你一旦做那个决定，你就应该要很努力的去做那个决定所带来的那个历程，不管它是一个，不管它是一个，我就是念一个什么研究所也好，或者说我到某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去历练也好，你就是要去专心努力的去做，然后想办法从那个当中得到养分，以便于让你在做下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更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说拿我自己的经验来给大家做一个鼓励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当然，那我念这个工程的研究所，其实是一个很烂的例子。但是我要讲的事情只是说，倒不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是至少我还有把我的学业做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兼顾哈。然后我玩社团很多，然后我交女朋友干嘛？要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就说在我现在的这个岗位上面去扮演一个角色，因为人家会觉得说，那你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然后你之前做的事情好像感觉起来都是白费。所以，就是你一旦做了一个决定，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努力的去做，即使
你觉得说，哎，我好像不见得有做一个很好的决定，那但是你都应该要对自己做的那个决定去负责，把那个历程走完，然后在那个结束的时间点，再去更努力、更认真的思考，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如果你每一步你都有努力去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很大的机会你会在后来发现，几年之后蓦然回首，你会发现说那一切不是白费，那个其实对你都有造成一些好的影响、好的效果。那最怕的就是你是采取逃避的心态，或者是混过去的心态。那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那最后就是，其实我刚上一个同学在讲，就说，你不是说什么啊，我今天做到这个职位了，我就可以舒适了，或者说我赚了那么多钱，我就可以退休了，或者说我拿到这个学位，我是博士了，我很了不起。我觉得这种心态都是毒，那个就是你作为一个职场上面的从业人员，或者是作为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我是觉得，就是说你随时都要有那个有想要去学习，然后想要去接受新的资讯的那个心情。那这张图是我在准备这同学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文章在讲的事情，就说人都是活在属于自己的舒适圈当中。比方说像，我现在工作很舒服啊，然后我对这个业务也很熟悉了，然后我现在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说我的周遭的环境我也都。很习惯，然后我不需要费力去对抗什么或者改变什么。那如果你现在已经60岁或者70岁，那你会想要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里头，我不怪你，因为反正人生大概也就这么长嘛。你每个人生的年纪或者阶段都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优先顺序。但是以你们这个年纪，或者甚至我自己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就是你如果要保持职场的竞争性，你要不断的去测试自己的极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现在擅长某个工作，你就要常常的去思考说，那我不擅长那件事情，我要有什么方法我才能够变成擅长？你如果说你现在跟你的同事共事的很愉快。觉得我就这样就好了。你永远都要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让他们带给我更多的刺激，让他们扩展我的视野，等等等等。然后像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事情你会觉得说，反正我做这些事情我最擅长嘛，我最熟悉嘛，那我干嘛要花精力去做那些我不擅长、我不熟悉的事情？那可是如果你希望你的职场的发展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话，那你要不断的去面对那些让你觉得不舒适、难堪的，或者是陌生的那些资讯或者人或者环境的那个勇气是很重要的。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想今天各位应该很有收获。尤其是从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角度跟立场，那很清楚、很明白的跟各位做分享，有没有收获？有哈。那既然有收获，我们就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汪经理，好不好？好，我们第4场的业界讲座确定在5月27号，各位稍微记一下，我们最后一场的业界讲座。